一窝蜂对抗一窝蜂，无人机攻防这个领域激烈竞争，中国人手中的矛和盾都越来越强大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在说今天正式话题的之前呢，我们可以说几个小事因为第一，经常有人问一个问题，说我们的无人机产品丰富是丰富，发动机跟得上吗？其实我们是大推力军用发动机领域呢，可能跟国际上领先水平有差距，但是呢，无人机发动机要求并不高，这个我们还是没问题的。比如昨天飞鸿团队的人告诉我，他们无人机上的各种部件，包括发动机，清一色国产。还有呢，第二个问题，有人说什么鸾鸟玄凤那些是不是真战斗机巧了，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小张我认识。今年大家看到那个特神秘的飞机，从项目立项到产品交付用了15天。我在展厅里看到的时候呢，还在喷漆，房间里都是香蕉水的味道。另外呢，还有配套的动漫产品，这下知道是不是真的了吧？第三，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科研成果之后，总会有人拿清华北大开涮，提醒一下我们国防七子院校还有各军工科研单位的人，倒没几个敢瞧不起北大清华的。我们航天部里毕业于北大清华的人就不少。你像我们家从小就教育说好好学习，否则以后如果也在航天部工作，怎么跟那么多清华学子竞争包括你看飞鸿97A 那个团队几个主要项目负责人清华的，所以没事别老黑人家清华了。最后还要回答前几天一个朋友的问题，就说我们的卫星能不能帮我们去寻找一些野外失踪的旅行者。这个问题呢，我就传达给了天仪研究院，就是海思卫星团队，他们很重视马上说要组织实验，就是希望形成一个通行的办法，让走失的人用某种常见的材料在地面铺设某些个特殊图案，这样可以让卫星一看就知道出什么问题了。有了研究成果他们会通知我的。然后呢，我们该回到话题上，就是聊聊航展的展品。有朋友的点名要我说一下那个96枚防空导弹的发射车，这我也感兴趣，所以昨天上午呢我就去看了。这个发射车有小口径机关炮，炮的两侧呢可以安装导弹发射单元，如果都发射那种微型防空导弹的话呢，每侧可以携带48枚，所以两侧就是96了。另外呢，这辆车是主车，还有配套的无人小发射车。这种小发射车去年航展上出现过了，每辆小车可以带4个发射箱，每个发射箱可以容纳6枚 FK3000-S 微型防空导弹。所以如果我们算算，如果一个主车带若干辆小车，能带的防空导弹数量有多少，那就不是96了。还要注意点，主车的发射筒很长，而无人小车的发射筒就很短。展商说两种弹呢口径一样，那就是长弹和短弹的区别。显然长弹和短弹的射程射高可能是不一样的，那就要根据射程不同进行前后梯次火力配置。小车在前方对超低空低速目标，大车在后可以对付的目标可能稍微高一些了。两种火力可以形成重叠，确保多个方向都能够拦截大量目标。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防空导弹体系的这个火控和制导。大车上有光学搜索跟踪转塔，车顶上呢有4面阵相控阵雷达，正面天线比较大，兼顾了搜索还有火控。其他方向上呢，那几个天线就只负责警戒搜索，孔径要小一些。那么小车上呢是有光学搜索系统。我原来猜这些小导弹呢会不会是激光半主动制导的，或者是热成像制导的。激光半主动制导的40毫米口径微型导弹，去年航展上就有好几家亮相了，所以加长发动机，增加发射的燃料，按说提高射程应该也是不难的。厂家倒是介绍说，目前使用的导弹是指令制导体制，我想也可以因为对付距离很近的低慢小目标，指令制导那个远距离精度不足的缺点也不存在了，而且导弹成本也能控制住。相控阵雷达就可以负责同时指挥导弹拦截6个目标，那么就算是每个目标用2枚导弹，96枚导弹也够拦截8个批次了。目标如果再靠近，还有机关炮可以拦截呢。这么算的话，也确实比激光半主动制导体制一次只能对付1个目标更好。至于热成像导引头，现在不是，不过厂家说不排除后期采用这种导引头，那么同时拦截的目标就更多了，就没有火力通道限制，不过成本就要高一些了。所以这套防空体系就是针对各种小无人机的迷你版宙斯盾系统，就是为了对付饱和攻击的。而作为进攻一方的无人机方面，昨天的感受就是国内各厂商的无人机或者巡飞基本上都能做到多机自主协同、自主组网，成为真正的蜂群作战。
你像中电科那边也拿出了48管的巡飞弹发射车，所以我们现在是进攻一窝蜂，反无人机也可以一窝蜂。无人机攻防领域，中国手中的矛越来越锋利了，盾也越来越厚实了。这还没算展馆里边那几种激光炮呢。今天呢，因为是做展馆开展前最后准备，下午展馆封闭了，就不进去了。明天正式开幕。那么今天我们去参观几个厂商，把厂商里边的情况可能再单独的做一下报道。